10月19号，我国首个卫星物联网行云工程完成首阶段布局，意味着我国进入全球低轨卫星星座的赛道。其实，我国还在打造一个全球低轨卫星通信系统——鸿雁星座，它是继北斗之大国均在发展低轨卫星系统，而且走在了我们前面。尤其是美国，很多大型商业公司的商用低轨卫星早就在布局了。从规划的数量规模看，是我们的数百倍。其中很多网友贬低的一星计划和马斯克的星链计划赫然在列。一星计划在军方的帮助下，早就偷偷升级到2代，并且已经发射成功了。而星链计划让国人既好笑又担心好笑的是，这个计划是如此的不切实际。担心的是，万一成功，如果被应用于军事，将影响重大。所以，鸿雁星座的出现对我国军事领域不被国外卡脖子起到重要作用。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全局视角对于战争有多么重要，而鸿雁星座具体会起到什么作用呢？我举些案例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它就类似于古代斥候的作用，可以打探敌情。古代战前都需要派遣大量的斥候打探敌方如何调兵遣将，使用什么兵种或者用什么武器。知道了敌情，就可以提前在沙盘上进行演练，从而成就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的战果。所以只要斥候运用得当，是可以实现以弱胜强的战事。古代火烧连营等战役就是典型代表。而到了现代，斥候们的作用早就被我们的卫星所取代，这就是卫星如此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它可以从细节处搜集多方信息，最终呈现把握全局的状态。所以卫星是不是很重要？可以在弹幕上扣出来。事实上鸿雁星座除全球通话外，还有卫星数据采集功能，可以实现大地域信息收集，满足海洋、气象、交通等领域的数据收集和检测功能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它在各个领域都能充当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就以气象为例，早在北斗2号时就有北斗探空系统和水系探测系统。说到这里它又是一个世界领先的科技项目。北斗探空就是利用氢气或氦气球将北斗探空仪升入空中，升空过程中探空仪将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实时传到地面，再结合北斗水系探测数据分析，从而得出精准的天气预报。有了准确的天气预报，就可以提前预测暴雨、台风等恶劣气候，减少经济损失，为海运、城市维护提供预警等服务。
决心王。换一个角度来讲啊，即使两军对垒无法依靠天气因素决出胜负，但是也可以提前获知气候影响，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减员。一场对战下来，比的不仅仅是实力，更是科技和战略。这就是天气系统在军事上的影响力。但是大家不要以为不可能啊，这是有真实实力的。哦对了，我三弟是谁啊？大家知道吧？知道的在弹幕上打出来。总的来说啊，鸿雁星座是一个庞大的卫星系统，它单独运行时可以作为通信、导航、数据收集等独立的商业项目，但是在融入北斗系统时，就可以作为北斗增强系统，并且参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中发挥作用，比如气候、地质等数据收集与分析。两者既是单独存在，又可以相互融合，形成1+1大于2的体系。这就是北斗加带来的叠加效应，也是国家战略思维的体现。而且啊，这个思维是没有局限性的。北斗加叠加效应就像游戏不断更新一样，更新的目的是完善，而完善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游戏体系。这个理念在北斗加上依旧成立，但是它不仅仅是完善体系，而是上升到一个更宏伟的体系。科学家将其称为国家定位授时导航体系，简称国家 PNT 体系，又被业内专家简称为国家时空体系。2018年，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在科协年会上说啊，下一代卫星导航要在北斗3号导航系统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提高基本导航、星机增强、短报文通信、国际搜救、精密定位、星间链路6个方面的能力，同时更好地融入到国家网络信息体系。这个体系就是国家时空体系。而下代导航，也就是北斗4号系统，不仅要注重提升自身性能，也要充当国家时空体系的核心。大家对这个体系可能没有概念，但是大家可以想想看，既然我们北斗导航系统可以和低轨卫星、鸿雁星座相融合，那么它能不能和地面的5G 基站相融合？能不能和海里的水下导航相融合？能不能和外太空的深空导航相融合？答案是完全可以。北斗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峰就明确表示啊，在2020年，我国要完成 PNT 体系总体方案的设计与认证，2025年将完成